大家好，我是龚敏敏，又见面了。这个系列是关于开源的 AI 物体扫描系统。前几期我们都是专注于某个步骤算法的改进，这一期来总结一下跨步骤横向的工程改进，没有整块的内容，全是细节。工程的东西不是一次性的，会需要持续去做，所以以后攒够了内容就会来一期这样的。听说过没听过2万5千里，有的说没听错总之不容易。首先，我的每个项目都会在极早期就建立起持续集成的流程，也就是 CI。实际上 CI 是现代软件开发中的常识，对可靠性和提高开发效率上的好处都很明显。然而在一些圈子里，由于对 CI 的理解相当片面，用生硬的方式来使用 CI， 甚至产生了 CI 是个阻碍的想法，但其实只是用错了而已。CI 应该在修改能提交之前，在需要的各种系统上用多种配置都构建一遍，并执行测试。所以对开发者来说，大部分情况下只要在一个系统上的一个配置下构建和测试，把其他的交给 CI 去做。而在 CI 执行的过程中，开发者可以在 Git 里开新分支做别的任务，不需要等待。如果你用的不是 Git， 那多做自我批评。遇到在其他系统上编译失败或者测试失败，切回原来的分支去修就是了。CI 相当于一个把门的，降低问题提交后再暴露的可能性。当然 CI 只是个工具，真正的目的是培养出 CI 的思维方式，理解自动化构建和测试的流程。在工作中最常见的缺乏 CI 思维的现象是，编译出问题的时候，到处问别人有没有遇到过相同的。如果有 CI 的概念，就会知道提交过的代码一定不可能编译不过，出错的原因一定在本地，排查的范围可以缩小很多。如果只依赖学校里的知识，不要说 CI， 连版本控制的思维方式都建立不起来。这个项目因为现在只支持 Windows， 所以 CI 也就检查了一下代码格式，编译 debug 和 release 2个配置。又因为执行过程依赖于 CUDA， 没法在 CI 的虚拟机里测试，所以现在的 CI 还是最简状态。即便如此，也已经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了。有个有意思的事情是， CI 所用的虚拟机内存有限，并且没有打开虚拟内存。之前我开 LTCG 连接器代码生成，结果在 link 的时候内存有不小的概率会爆掉，造成 CI 失败。主要是 OpenMVG 里用 Eigen 这种大量使用 template 的代码造成的。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能很好解决，最后干脆改成检测到是 CI 环境就关掉 LTCG。 至于在代码里大量用到的 Vector 和 Matrix， 之前我用的是 ReactX Math 提供的，但随着越用越多，还是发现在这样的项目里 ReactX Math 有不足之处。首先是它只有 float 类型的向量，不支持 double， 对游戏来说没什么问题，但 SFM 和 MVS 里得要 double 的精度。之前我用的是 Eigen 的 Matrix 来表达，反正 OpenMVG 已经用了 Eigen， 但前面也说过 Eigen 太重型，在这里并不是最佳选择，所以现在我就把这些都换成了 GLM。 这也是个很流行的库，比较轻量，提供的功能都是图形学里需要的，但它只有比较底层的结构，像是 AABB、OBB 这样的结构和算法，得在 GLM 之上自己实现。换成 GLM 之后，也就剩下 OpenMVG 还在用 Eigen。CI 因为 LTCG 失败的概率有所降低，但还是没法完全消除，所以仍然不能打开 LTCG。 接下去就轮到那些 Python 的代码了，这一直是个很头疼的问题。如果希望软件能打成一个包，就得把需要的文件都部署到一个目录。原先用的是简单的符号链接，在部署目录里建立指向 Instant Mesh 和 pip 包目录的符号链接，这样编译的时候只要建立一下链接就行。但是这其实只是投机取巧，并没有解决部署的问题。而且在 Windows 上建立 Symlink 需要打开开发者模式才能做，真的有开发者没开开发者模式的。好了，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知道哪些文件是需要的，并把它们部署到目标目录。对于 Instant Mesh 这种纯 Python 的代码来说非常简单， CPython 解释器不会直接执行 PY 文件，而是在载入的时候先编译成 PYC 字节码再执行。所以我们可以首先把 Instant Mesh 目录下扩展名是 PYC 的都删掉，跑一遍，再把 PYC 文件列出来，这就得到了我们真正需要的每一个 PY 文件啊，对，就这么几个而已。
接着就能在 CMake 里建立一个目标，把这些 py 文件都列进去。每个文件都有个 custom command， 命令行是通过 compile all 来编译 py， 并把 pyc 拷贝到部署目录。只要设置了 main dependency， 就能很自然地把命令和文件关联起来。这样在 VS 里看到的就和其他 CPP 文件一样，可以单个编译，也可以构建整个工程。第三方 pip 包就麻烦一些了，现在的包管理系统很容易出现滥用的情况，反正引用一个包非常容易，那就即便只用到一点点也引用整个包呗。比如臭名昭著的 isOught， 只是判断奇偶数，自己实现就一行好吗？非得用个包。还有更讽刺的 isOught AI， 调用 GPT 来判断奇偶数，我们其实只要用到几个包，但它们分别都有一些依赖，最后就到了5个 G 的大小。我是先建立了一个 Python VM 虚拟环境，把这些包都装在里面，这样可以和系统安装的 Python 脱离。在 CI 机器上建立虚拟环境还有一些意料之外的问题，网上没找到解法，最后我自己解决的。这部分我觉得比较适合用文字的方式表述，所以写了篇文章讲这个，链接在简介里。现在面对这么多的 pip 包，首先得知道它们之间的依赖关系。我又建立了一个临时的 VM， 每次就安装一个需要的包，把安装过程中自动下载的依赖包和版本号记下来，这就得到了这么个列表，把版本都明确锁住，写到 requirements 里。对，我手写 requirements， 不用 freeze 生成，这样可以手工进行分组。一个包依赖的包就写到它前面，如果之前已经出现过了就注掉，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清晰的依赖组。我们可以从这里进一步挖掘出有用的东西，比如 PyTorch Lightning， 我们只是根据 Instant Mesh 的代码调用了 seed everything 这一个函数，但它却依赖于这么一大串。那么 seed everything 做的是什么呢？有效的只有3行，给3个不同的东西都设置上随机数的种子，就这样，就3行，比它依赖库的个数还少。既然如此，自己实现好了，整个包以及它的依赖都可以不用。同理 Poach 只是在 Mask 生成器里用来下载预训练的模型，那用它依赖的 requests 不就行了？ Hugging Face Hub 我们也只用到了它的下载函数，它能通过 repo 名和路径合成一个 URL， 然后让 requests 下载。然而这个 URL 的合成非常容易，自己写就一行，这样我们的代码就没有直接依赖于 Hugging Face Hub， 但是其他来自于 Hugging Face 的包还有依赖，所以其实只是给未来提供机会，目前还省不了什么。这一轮操作下来，这个虚拟环境大概减少了20兆，少一点算一点吧。接下来也可以用运行一遍或者 pyc 列表的方式，知道这么多 pip 包里有哪些 py 是需要的。但很多 pip 包并不是纯 Python 的，还有一些二进制的 PYD 和 DLL， 这些可以通过查看 VS debug output， 知道在运行过程中载入了哪些，把它们也部署过去。还有一些情况，比如 PyTorch 用到了 JIT， 个别文件是会需要部署 py 原文件的，只有 pyc 不行。再有就是 Hugging Face Hub 通过 import lib metadata 获得其他包的安装信息，所以一些 dist info 目录下的 metadata 文件也得部署。这些杂碎反而是最浪费时间的，基本只能靠一遍遍执行，看 crash 的时候报缺少哪个文件，给它添上。技术上不难，需要的是耐心和细心。好了，现在 pip 包目录只要3个 G， 少了很多，还是值得的。最后就是部署 Python 本身了，还用刚才的方法，得到哪些 py、pyd、dll 是需要的，并把 C++ 代码里初始化 Python 的目录改成部署目录。比较讨厌的就是不同版本的 Python 要部署的文件还略有不同，得一点点处理。至此，不管系统有没有装 Python 都能独立运行了。好了，经过这些工程方面的改进，到此 AI 扫描系统也已经达到了 0.3 版的 milestone， 下一版将会调研可微渲染的优化，之后就开始新一轮的算法改进。欢迎继续收看，再见。